这一期的分享，我们要跟随一艘名叫迪利亚斯特号的潜水器，前往被公认为地球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这片海沟位于浩瀚的西太平洋海域，被无数人当作深海探险的终极地标。其实，咱们的地球有大约2/3的面积是海洋，陆地只占不到30%。不少人会以为，人类既然在海洋周边繁衍生息了这么久，肯定对海洋很熟悉了吧？可事实上，我们对海洋的认知可能只占整个海洋的区5%，剩下的95%依旧是茫然未知的领域。那么，这不禁让人好奇，这90%多的未知究竟藏在哪些地方？关键就在于深海。以目前人类的科技而言，研究海洋浅层还算驾轻就熟，不管是打捞还是观测，都较为容易。可要是真想一路往下，去到几千米甚至上万米深的海底，那就没那么好办了。此时很多人也许会问，难道去深海比探索外太空还要更难吗？其实还真是有得一拼。我们可以简单想想，深海里除了漆黑一片，还存在恐怖的高压环境，人类身体在那种压力下根本撑不住，所以要想深入深海，就必须研发特殊的潜水器，让它能抵挡成百上千个大气压。如果把视线放到太空探索，你会发现人类先后把人类送上了月球，甚至已经有一些国家尝试探测火星或更远行星。可在我们自己的家门口，海洋里有许多区域依旧无人涉足。说的极端一些，地球给我们的阻力甚至比某些外星环境还更难对付。所以针对海洋的探索就形成了一个十分矛盾又充满诱惑的局面。越深越神秘，越神秘就越让人想要一探究竟，但难度也跟着水涨船高。尤其是马里亚纳海沟，据说水下深度可达1万多米，那是一种什么概念？那里几乎没有阳光，温度也很低，压力则恐怖的无法想象。用常见的潜水方法根本没法去得那么深，即使放眼现代科技，也仅有极少数精心设计的装备可以把人带去那里走一遭，还要担相当大的风险。在许多人看来，这跟登月探险是同等级的壮举。所以这次我们就一块来了解马里亚纳海沟到底有多深，又是怎么被人类发现并测量的。最后还能看看那些曾经深入谷底的探险者都经历了哪些惊险与惊喜。虽然说深海探索不容易，但正因为有这些先驱的突破，才让我们对地球有了更加丰富的认知。现在咱们就正式开始这趟深海之旅吧。说起海洋探索，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拿它和太空探索做比较。毕竟咱们都听说过，世界上已经有好几个国家把探测器送到月球软着陆，还有一批宇航员亲自踩在月球表面拍了照片。可是一谈到去往海洋最深的地方，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别看月球离我们有几十万公里，可人类在那儿留下的脚印与仪器还真不少。反倒是地球自家的海底，尤其是那最深的沟槽马里亚纳海沟，却鲜有人能够亲身到达。据统计，到现在能够潜入海沟最深处的载人潜水器，总共也就寥寥几台，还不到1只手就能数完。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深海环境的压力极其恐怖，在那万米深处，每多下潜10米就会多一个大气压。如此累加起来，对于潜水器而言，可不是普通材料能抵挡的。一旦舱体结构不稳，就可能瞬间被海水压成废铁，毫无生还机会。再加上深海完全没有光线，温度也极低，仿佛把自己关进一间没有窗户的黑暗密室里，外头还压着上千吨水。在这样苛刻的条件下，开发和维护深潜设备的成本比很多太空项目还昂贵。所以这就导致一种局面，人类在月球都能留下脚印了，可在自家星球的深海深处却只有极少数人抵达过。有些人戏称马里亚纳海沟比月球还神秘，这听上去或许夸张，但也从侧面说明了人类对海洋的了解远没我们想的那么全面。正因如此，海洋探索才如此令人着迷。那种孤悬在暗流中的紧张感，与在外太空漫步
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有科学家说，海底是近距离却未解的外星世界，值得我们投入更多精力去挖掘。马里亚纳海沟坐落在辽阔的西太平洋海域，向来被视为大海深处的终极谜团。它全长超过2500公里，宽度差不多有70公里左右，像一条狭长的大裂缝蜿蜒在海底。而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就是深度。根据科学测量，马里亚纳海沟的部分区域深度轻松突破8000米。在它南方末端还有一个闻名遐迩的挑战者深渊，最深处居然可以达到1万多米。若你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倒过来放进去，它都能被这沟槽给彻底吞下，连峰顶也离海面还有好几千米。如此不可思议的深度，也让这片海沟成为研究深海生态、板块运动甚至极端环境生物的首要目标。有人形容这里就是蓝色地球最神秘的裂痕，是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在这10000米之下，压力高得惊人，阳光无法到达，温度也极为低下。因此，长久以来，很多人都猜测这里是否根本没有任何生命，或者说是否隐藏着特殊生物群落。关于这些问题，人类其实在过去就有种种猜测，直到后来的科考与潜水行动才渐渐揭示了它的真面目。不过，即便到今天，马里亚纳海沟仍旧是谜题多多，远远没有被彻底摸清。说到马里亚纳海沟的正式被发现，还得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当时，英国皇家海军有一艘叫做挑战者号的舰船，正在展开一项耗时3年的宏大科考旅程。船上聚集了超过220名船员以及5名科学家，他们的主要任务除了考察大洋里的生物和地形，还想验证一个颇具争议的说法——深海无生物论。在那个时代，很多人都觉得海洋深处几百米以下就不可能有活物存在。原因很简单，人类自己在深海压力下都活不了，怎么能指望别的生物在那里繁衍呢？不过，挑战者号一路探索，先是在550米以下的海域捕捞到各种奇形怪状的生命体，有些生物的外形简直超出想象，这让船上的科研人员大为惊叹。深海并非死寂。1875年3月，挑战者号来到了关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以东的海域，他们依旧按照惯例用一条绑着铅块的长绳去测量海底深度。最初，绳子放下去好几千米都没触碰到底部，于是他们索性把船上所有绳子都拼接起来，长度达8000多米。没想到铅块竟然还是找不到底，这就相当于把世界最高峰的高度给倒掉进海里，居然还没到头。最终他们推断这片深海区域至少有8000米深，在当时这已经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发现了。要知道，人们过去甚至连海洋深度超过1-2千米都觉得稀奇，现在却发现足有8000多米，这让学界震撼不已。科学家们随后在1875年5月整理并发表了这场航行的考察报告。报告里写道，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估测有8184米，这在当时被认定为地球海洋的终极深度。同时，这次航行也为世界带来超过4700种全新的深海生物记录。这些物种的形态各异，让不少人意识到过去的深海无生命观念根本就是错误的。不过，我们现在知道，报告中的那8100多米并非马里亚纳海沟真正的最深数字，可放在100多年前，这已经相当了不起。毕竟他们所用的测量手段还很原始，主要靠不断放长绳子并观察铅块是否着底这种土方法。受限于技术条件，他们不可能精确到10000米以上。但是这场航行无疑是一场科学革命，它不仅告诉世界海洋深处大有生机，也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海底某些地方深得我们肉眼和工具都够不着。这种深不可测的观念很快激起新一代科学家对海洋的更大好奇。正是从挑战者号开始，现代海洋学算是迈出重要一步。后来，人们不断尝试用更加先进的技术来扫描海底地形。
马里亚纳海沟也逐渐浮出水面，成为深海探险史上最耀眼的名字之一。时间快进到20世纪中期，人类对海底的探索手段终于迎来了技术革命——声呐。1951年，英国的挑战者2号科研船配备了更先进的声呐设备，再度奔赴马里亚纳海沟。这一次，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想把这片深海的真实形状彻底绘制出来。声呐的原理很简单，却非常管用。船只向海底发射声波，然后计算声波反射回来的时间差，就能估算那片区域的深度。相比过去用绳子或钢缆测量，声呐不仅效率更高，数据也更具精度。结果，挑战者2号团队惊讶地发现，马里亚纳海沟并非只是深达8000米，而是有大范围超过8000米的部分，甚至南边出现了一个垂直深坠的沟槽，向下延伸到1万多米。他们把这个极深的区域称作挑战者深渊。根据测绘，那里最深处可能有10034米左右。一想到地球上竟然存在如此恐怖的深度，很多人都兴奋又震撼。这相当于把极高的山峰倒过来，都能轻松藏在水底，简直颠覆了人们对海洋的常识。这次声呐探索公布后，全球的海洋学界为之哗然，新的研究热潮也悄然兴起。毕竟，如果那里真的有这么深，那么在那1万米深处会不会存在无数神奇的生物或地质现象？正是从这一刻开始，马里亚纳海沟正式被扣上地球最深这个头衔，成为后来深海科考者们心驰神往的目标。在众人都对海沟的深度议论纷纷的时候，有个名叫雅克·皮卡德的年轻人萌生了一个大胆念头，他要亲自潜入马里亚纳海沟，看看那里究竟是何等光景。但问题很快出现，当时的深潜技术相当有限，别说1万米深度，连1000米以上都危险无比。他灵机一动，回想起美国生物学家威廉·毕比在1930年前后做过一项壮举，用一个特制的潜水球潜入几百乃至近1000米的深处。毕比那会儿跟他的朋友巴顿一起设计了一个厚重的钢制球体，直径大约1.4米多一些，重2000多公斤。他们管它叫潜水球，其实它看起来更像个半斤8两大的铁蛋。球壁开了3个小圆窗，直径只有20公分左右，里头能挤进2个人，氧气足够用上6小时。想下潜，就全靠钢缆和船上的绞车把它慢慢放下去，上下浮动，全凭那根缆绳的牵引。为了在深海里通信和照明，他们还特意在球体外加了一条橡胶管，里面铺设电话线和电线，每隔5秒钟，他们就跟海面沟通一次。一旦通话断了，就得赶紧把潜水球拉回船上。毕竟谁也不敢保证在那高压的黑暗之中会不会突然出什么险情。在1930年的百慕大海域，毕比和巴顿搭乘潜水球，成功下潜到约900多米深。当时他们从舷窗望出去，周围渐渐变成了深蓝乃至全黑。令人意外的是，在这种无光的深层水域，依旧出现一些生物的身影，有的鱼类嘴里长满利齿，还有的自己能发光，把漆黑海底点缀的诡异又美丽。毕比甚至感慨，恐怕只有死人才能到这么深的地方吧。可见在那个时代，下潜900多米已经够他们激动半天了。随后也有人提出更疯狂的想法，想让毕比把潜水球扔进马里亚纳海沟里。毕比直接拒绝了。他一方面觉得自己还没活够，另一方面也清楚地明白，那1万米深处的水压是个多么恐怖的数字。以潜水球当时的设计，往下1000米就承受了差不多100多个大气压，那要到1万米深，一旦有任何裂缝，人肯定瞬间被压爆，毫无生路。所以在上世纪30、40年代，人类对1万米深潜几乎想都不敢想。雅克·皮卡德却不肯放弃，他相信只要能造出更结实、更稳定的潜水器，说不定真能潜到海沟底部看看。这一想法后来就成了他毕生的目标，并最终在1960年成为现实。不过在那之前，他需要找到合适的技术人选
来帮忙改进潜水器的设计。这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奥古斯特·皮卡德，那可是一位在科学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曾跟爱因斯坦等人齐聚一堂，也是第一个乘坐热气球进入平流层的人类。在1931年，奥古斯特曾凭借铝制加压球形舱搭配氢气球，一路飞到了约15000米的高空，为人类探测高层大气立下了功劳。于是雅克觉得，能不能把父亲的高空加压球体理念反其道而用之，放到深海去呢？如果能把舱体改进得更耐压，再配合适当的下沉和上浮装置，也许就能实现深海自由穿梭。这种逆向思维正是后来迪利亚斯特号构想的雏形，可见正是毕比与巴顿的潜水球给了后人极大的启示。既然900米能办到，为什么不让技术更进一步，去挑战更疯狂的深度？在这个梦想的驱动下，深海探索慢慢揭开新篇章。继续说回雅克·皮卡德父子，当时很多人找威廉·毕比想资助他去更深的海沟探险，可他都婉拒了。原因很简单，谁都清楚，以当时的钢缆式潜水球，一旦下潜超过1000米，风险倍增，就别说10000米那种天文数字了。稍有风吹草动，钢缆若断了，或者舱体受损，人就会当场没命。此时奥古斯特·皮卡德站了出来，他回想自己的热气球加压球形舱，那可是能在极端环境下保护人的，为什么不把这个理念搬到海底呢？说干就干，他先设计了一种全新的铝制潜水舱，外层能够抵挡大压力，舱内则可保持相对正常的气压，避免人体被压扁。可光有舱体还不够，要真正潜到几千米或上万米深，就得有办法控制上浮与下沉。奥古斯特一想，热气球在空中飘的原理是利用浮力，海里不也一样吗？他说，要不我们把钢缆彻底舍弃，用一个大罐子装汽油，让它在海水里提供浮力，等想下沉时，就放一些铁珠来增加重量，下潜到一定深度后，再抛掉铁珠就可上浮。这个独特思路让潜水器变得更加灵活，也不必担心钢缆断裂。1945年前后，由于战争耽搁，奥古斯特的设计进度放慢了，但等到战争结束后，他继续潜心打磨，最终诞生了那个让人瞩目的深潜器——迪利亚斯特号。它看起来像一艘怪模怪样的小船，底下却吊着一个坚固的球形舱，可以容纳2人或更多仪器。从1953年到1957年，迪利亚斯特号先后进行了几十次深潜实验，最深一次下到了3500米。每次下潜，他们都在观察有无漏水或裂缝，评估设备能否承受海底恐怖的压力，遇到问题就改，不断升级舱体材质以及浮力系统。终于在1958年，迪利亚斯特号再次刷新纪录，潜到了7300多米深，令全世界海洋学者都为之振奋。这意味着只要再做一些强化，理论上迪利亚斯特号就能挑战马里亚纳海沟的极限深度。不过，就算潜水器本身可靠，人进去还是得冒极大风险。当时的奥古斯特年纪不小了，家人也担心他若潜下去，一旦出故障，后果难料。于是，父子俩权衡再三，决定让儿子雅克·皮卡德与美国海军年轻军官唐沃尔什搭档，去做这场最危险也最梦幻的探险。可以说，这也是奥古斯特对儿子的最大支持。他花了毕生所学，把热气球飞上天的经验和深潜器融合，造就了这个能够前往世界最深海沟的奇异机械。正因如此，雅克才有机会成为第一个亲临海沟最深点的人之一。1958年，迪利亚斯特号成功潜抵7300米深度后，整个团队都对冲击马里亚纳海沟最深点充满期待。可那时10000米级别的下潜还是谁都没亲身试过的禁区，技术人员又做了2年密集改装，强化了舱体的抗压能力，完善释放铁珠和补充浮力的机制。终于在1960年1月23号，雅克·皮卡德和美国海军上尉唐沃尔什登上了这艘备受瞩目的深海潜器。
准备把人类足迹带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一开始下潜到几十米、100多米时，两人还算轻松愉快。他们透过观察窗能看到各种熟悉的浅海鱼群和珊瑚礁。可随着深度不断增加，环境光线骤减，周围逐渐变得黑暗幽深，舱壁也不时发出金属摩擦声，提醒他们外界的水压在步步攀升。当来到上千米时，探照灯已经成了唯一光源，昏黄的光只能照亮舷窗前10几米的海域。意想不到的是，即使在这个深度，他们还是瞥见了会发光的鱼类。有些鱼牙齿锋利，配上自身发的幽光，显得十分诡谲。两人简直像闯进了科幻电影的外星场景。在下潜到1000米左右时，他们尝试跟海面指挥船通话，却发现信号开始断断续续，最后干脆完全中断。面对这样的孤立处境，唐沃尔什也曾担心过要不要先折返。可是雅克觉得难得来都来了，总不能半途而废。两人一合计，还是决定继续往下。接着他们掠过3800米深度，这是泰坦尼克号沉船的所在海域。对比那艘悲剧豪华游轮曾经沉没的历史，两人更加感叹深海的恐怖与神秘。慢慢的，深度不断刷新，直到突破9000米时，突然咔嚓一声，舷窗玻璃出现了裂纹。那一瞬间，他们的心几乎提到嗓子眼。如此高的压强下，一点小裂缝就可能意味着全舱即将被瞬间压毁。唐沃尔什更倾向赶紧上浮，可雅克咬牙坚持，再加把劲就到底了，绝对不能功亏一篑。或许是运气，裂纹没有继续扩散，于是他们继续往下前行。经过5个小时漫长又揪心的下沉，终于抵达水下最深的挑战者深渊，仪表显示大约是10900多米。在那儿，温度大约只有2点几度，非常阴冷。隔着那块已出现裂痕的舷窗，他们用探照灯朝外扫了几眼，范围只能照亮10米左右。短暂的20多分钟停留里，没有看到什么传说中的神奇巨兽，但他们偶尔还能发现一些底栖生物，看上去像软体或小虾。这证明了，即使在这极端压力环境里，也并非一无生机。紧接着，他们开始往上浮，归途又花了好些时间。当迪利亚斯特号浮出海面，船员们看到毫发无损的舱体，顿时欢呼雷动。在岸上等待的奥古斯特·皮卡德更是难掩激动，他儿子成了踏足地球最深处的人之一，这对整个科学界而言是划时代的壮举。这次壮举迅速传遍全球，人们惊叹，原来海洋最深的地方真的能容纳人类抵达。虽然那儿漆黑、寒冷、压力惊人，却并非彻底的死域。这件事也象征着人类不断向未知边界迈进的精神，绝不会被1000万米的黑暗封锁。对雅克·皮卡德来说，这是一次延续父亲传奇的冒险，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探索。他把结果带给世人，也让更多科学家对深海的研究燃起热情。后来的很多深潜器、海底考察任务都得益于迪利亚斯特号的成功经验。从此以后，挑战者深渊这名字在海洋探索史上镌刻下浓厚的一笔。当雅克·皮卡德和唐沃尔什成功踏足挑战者深渊的消息传遍世界，许多年轻人因此立志投身深海探险。有一个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小男孩，那年才6岁，也被这则新闻深深震撼。他长大后不仅狂热喜爱潜水，更对海底世界着迷不已。后来他先后下潜到泰坦尼克号沉船处30多次，将那艘沉没于大西洋的传奇豪轮拍得一清二楚。他就是詹姆斯·卡梅隆。卡梅隆的大名，许多人都是因为经典电影《泰坦尼克号》或《阿凡达》而熟知，却少有人知道他不仅是位名导，也是个痴迷深海的冒险家。他自己研发或改良了一台叫做深海挑战者号的潜器，终于在2012年3月26号单枪匹马冲向马里亚纳海沟，并再度让人类探险史写下新纪录。他只花了2个多小时就潜到海底最深处，还在水下停留了3个小时，采集了多样的生物样本和影像资料。至此，
他成为世界上第2组抵达挑战者深渊的人，也是首位单独到达者。不少人感慨，一个从小就对深海充满好奇的男孩，最终用电影里的故事和现实里的冒险，让世人见识了海洋的壮丽与神秘。再往后，2019年4月29号，一位名叫维克多·维斯科的探险家驾驶极限因子号同样下潜至挑战者深渊。他还顺带刷新了在不离开地球表面的情况下完成最大垂直距离这项吉尼斯纪录，因为他早在2010年曾登上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后来又到达海底最深点，两者相差将近2万米的总垂直高度。紧接着，在2020年11月10号，中国的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也成功到达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深度大约是10900多米，而且此次还带了3名成员，一举创下多项新纪录。每一次深潜都意味着巨大的财力、技术和勇气投入，可也正是这些脚步，让我们离深海的神秘更近了一些。从雅克·皮卡德到卡梅隆，再到维克多·维斯科与奋斗者号的出现，许多探险者在不同的年代都用自己的方式把梦想推进到海底极限。当年雅克·皮卡德和唐·沃尔什回到海面后，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追问海底那边究竟啥样？难道真是一片死寂吗？皮卡德说，远远不是如此。那儿虽然漆黑寒冷，温度只有2点几度，可还是能看到海参、海葵这样的生物，就连沉积物下面好像还有虾类踪迹。这样的描述立即引发学界激烈讨论，许多人不敢相信，在万米深海那种吓人的高压环境里，生物居然能活得下去。后来随着更多潜水器的下潜以及先进的无人探测器出现，科学家在深海沉积物里发现了一种叫钩虾的小家伙，它们体内含有一种有趣的化学物质倾泻基醇，这可能正是它们能够扛住极端压力的秘密武器。这让我们认识到，深海并非不适合生命，而是孕育出一套截然不同的生存机制。其实，人类对海洋的认知一直在颠覆之中。从16世纪开始，我们才渐渐摸清海洋原来占这么大面积。到了20世纪，人们又通过不断测量，才发现海洋原来可以这么深。马里亚纳海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代表，世界上还有其他海沟，以及更神奇的海底火山、海底热泉，都在等着我们去探寻。更让人类充满好奇的是海底那些寿命超长的微生物。有些研究发现，某些微生物在海沟沉积物中新陈代谢极其缓慢，寿命可能达到数万年，甚至上百万年。这对我们理解生命起源以及生与死的奥秘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如果能搞清它们如何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也许能启发医学或生物科技的新思路。当然了，马里亚纳海沟里还有多少未知的生物或者新的化学物质，我们目前只能猜测。就算是已经下潜过的人，也只看到了极小范围，一大片黑暗仍然未被触及。要彻底搞清海沟的地形构造、生物多样性乃至海底板块运动，肯定还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但这不正是探险的魅力吗？每多一次尝试，就多一份发现的可能。现如今，很多国家与研究机构都在加速发展深海技术，希望能进一步打开这片神秘领域的大门。毕竟，地球是人类家园，但我们对家的认识居然还远远不足。这听来就很刺激，也很有意义。有人甚至想把深海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其他星球或卫星的探索。毕竟，若能在万米海底生存，说不定也能在一些冰封星球的地下海洋找到方法。总的来说，马里亚纳海沟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最深处的头衔，更是对人类认知极限的持续挑战。从它身上，我们看到了生命的韧性、科技的勇气，以及对未知永不熄灭的好奇心。或许有朝一日，我们能把海沟的所有角落都探索清楚。届时，关于生命的更多答案，也许会在深海黑暗中迸发光芒。